宇宙刚诞生的那头，化学元素表极度单纯，只有氢、氦加一丝丝的锂，那是宇宙最原装、没人加工过的底料。背景超干净，也因此 POP3 是宇宙第一批灯塔。因为宇宙前2亿年几乎就是一片黑盒子，没有星光，只有冷暗物质加冷气体。而这一批 POP3 一旦点火，宇宙才算开机亮灯。办案天文界找了20多年，从来没有能同时满足3个理论预测的证据。POP3 这名字被叫了快30年，理论越来越精，但没一个案例能一次过关。那先定义 POP3 跟普通星到底差在哪儿？它只有氢跟氦，几乎零金属，形成时间大概在 Big Bang 后2亿年，非常巨大，10倍到1000倍太阳，寿命短，几百万年就爆炸。形成时不是一大坨星系，只是小小一团几千太阳质量的迷你火堆。而后来的恒星，包含我们太阳，已经被那一批超新星爆炸后的岩石污染过，所以金属含量高很多。我们基本算 POP3 超新星爆炸之后的二手货。理论预测3条死线：第一，必须在一种小暗物质晕中形成，那个晕的典型温度在10000 K 左右；第二，初始质量函数是偏重巨星，就是越大质量越多；第三，一次形成的星团总质量只有几千太阳质量，不能再大。所以找 POP3 不是在找爆亮的超新星，而是在找非常暗又很小的气团里那一瞬间的火光。而且它已经死光了10亿年，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它们爆炸后的光和金属残疾，而且需要靠透镜和 GWST 才能把微光捞出来。这次 LAP1b 的戏剧性就在它同时踩中3条位置 Z 等于 6.6， 基本就是理论说，如果能被看到，就大概会在这个附近。暗物质晕约5000万太阳质量，正好在那个 atomic cooling window 里。光谱里金属含量超低，可能只需要1到2颗40倍太阳质量的 POP3 超新星，就能解释现在这么一点金属污染。星团总质量也只有几千太阳质量，符合第3条。IMF 偏重巨星也被光谱线鼻屎支持，第2条也踩中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案例，3个理论条件3条全过，而且不是运气。论文把 MACS J10416 这片透镜场蹂躏了一遍，算出理论期望值，就差不多会出现一例，正好就是这一刻。科学意义，它是早期宇宙化学史的起点。我们所有生命化学的可用元素，都是那种爆炸后的碎片。基础意义 ，JWST 加引力透镜提供了新的搜寻策略。未解的问题还有早期超新星到底丢了多少金属出来，早期宇宙的流体模拟还不确定。而更关键的是 ，LAP1b 只是冰山一角。如果我们再往更高灵敏度推一个量级 ，Z 大于10，说不定会连成一串。宇宙亮灯的第一批工人，有可能一整队正站在 JWST 的下一批深场里。